无论你是创业者，还是想通过副业增加收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看似忙得不可开交，却始终无法脱颖而出，尤其是在那些竞争激烈的领域，比如餐饮、零售，甚至内容创作，他们每天都在努力，但为什么成功的却是少数人呢？其实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一个简单的逻辑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卖什么，而在于你能不能抓住人们真正的需求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会带你深入挖掘这一背后的秘密，帮助你快速找到突破口，让你的项目真正跑通。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刻理解人性和需求。无论是卖炸鸡排还是其他商品，归根结底都是在满足人的某种需要。人们不会因为产品本身而买单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个产品来解决问题，缓解痛苦或带来愉悦。打个比方，一个刚从餐厅走出来的人，饱得连走路都慢半拍，路过你的摊位时，炸鸡排的香味在诱人，他可能最多停下来瞄一眼。而一个饿得头晕眼花的上班族，闻到鸡排的香气，眼睛里可能就已经闪着光了。他需要热腾腾的食物填饱肚子，更需要那种迅速获取能量的满足感。所以，卖炸鸡排最重要的不是地段，也不是食材，而是找到饿肚子的人。你需要思考，什么样的人会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产生对炸鸡排的强烈需求？这些人在哪儿？他们的行为习惯是什么？这才是破局的关键。比如，下班高峰时的地铁口、熙熙攘攘的夜市，这些地方的人流中就藏着大量饿肚子的潜在客户。更进一步，光找到这些人还不够，你还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，他们需要的仅仅是炸鸡排吗？也许他们想要一份快速上手、包装精致、不烫手的外带食物，也许他们更在意的是食物是否卫生、健康。对于一些带着孩子的家长，他们或许更希望看到无添加剂、低盐低油的宣传字样。总之，只有洞察到了客户的真正需求，并且精准满足这些需求，你才能在一堆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。互联网时代也一样，在这个信息爆炸、选择多样的年代，赢得客户并不只是靠好的产品或者低价，而是要让客户感受到这个产品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觉得赚钱的秘诀是做一个独特的产品，但其实真正赚钱的人是那些用最快速度找到需求、满足需求的人。他们不生产产品，而是生产解决方案。这就好比你不需要成为炸鸡排界的米其林主厨，你只需要成为那个最懂得饿肚子人需求的人。如果深入分析，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逻辑：需求驱动一切。需求是一切商业行为的起点。再好的产品，如果不能满足需求，也只能沦为摆设。再普通的产品，只要能精准击中需求，就能创造奇迹。想想那些在地铁里卖小商品的人，产品或许很普通，但因为抓住了等车无聊或临时需要的心理需求，反而销售火爆。所以，卖炸鸡排不仅仅是卖炸鸡排，你卖的是一种体验，是一种快速解决饥饿的办法，是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服务。你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鸡排，而是让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为它买单。换个视角，我们再来看看一些现实中的例子。比如一些成功的快餐品牌，他们不仅提供食品，还提供一种随时随地能吃到好味道的便利体验。再比如某些网红奶茶店，为什么能排长队？因为他们满足了年轻人社交货币的需求。买一杯奶茶不只是喝，而是为了发朋友圈、秀场景。同样的道理，卖炸鸡排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，让顾客感受到比其他摊位更多的价值。最终，这种从卖产品到卖需求的转变，能让你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那些仅仅靠地段、食材、销售技巧取胜的思维已经过时了。只有深入洞察需求，精准满足需求的人，才能真正赢得市场。创业者常常带着情怀，追逐着自己心中的完美产品。然而，
情怀的代价是昂贵的。曾有一位年轻人瞄准英国的减肥餐市场，他以为这是片广阔的蓝海，满腔热情的他进行了市场调研，看到了几个小卖部每天几百罐的销量，便误以为发现了商机，果断投入数万美元搭建仓库、配送体系，与线上平台合作，准备大展拳脚，结果却如一盆冷水泼头。1个月过去，只卖了区10罐饮料，而昂贵的仓储费却像无底洞。最终他不仅血本无归，还倒贴了12万美元。原因很简单，他的目标市场根本不需要他的产品。看似简单的道理，却总有人在现实中摔个跟头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创业中陷入这种误区？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谁需要什么和如何提供。创业的第一步，不是想到一个好点子，而是找到那群饥饿的人。这些人是谁？他们的年龄、性别、兴趣爱好是什么？他们面临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？没有明确的用户画像，便如同盲人摸象。许多创业者在这一环节草率了事，结果吸引了大量无效流量，看似人气高涨，实际无人买单。精准的用户画像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就是建立信任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消费者更加挑剔，如何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？答案在于真诚，分享你的经验、失败教训，甚至是一份真挚的感悟，都能拉近与用户的距离。比如一个做母婴产品的创业者，不妨分享育儿的点滴心得，展示真实生活中的小插曲，让用户感受到你的用心。毕竟人们愿意为信任买单，而不是单纯为商品埋单。然而即便你了解了用户，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，若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他们的需求，仍然难以成功。许多创业者掉进了自以为是的陷阱，总觉得自己的产品完美无缺，却忽视了用户的实际需求。比如有人设计了一门课程，内容丰富，涉及广泛，但用户却觉得太多余，因为课程并没有解决他们的核心痛点。创业者必须学会站在用户的角度，找到他们的痛点和渴望，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一味展示自己的才华。除了用户需求，创业还需要一套有效的营销逻辑。如何将产品传递到目标用户面前？答案在于洞察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消费路径。比如你的目标用户是否活跃在某些特定的社交媒体？他们是否更倾向于依赖口碑推荐？通过细致的市场调研，创业者可以出现在用户出现的地方，吸引他们的关注。这不仅仅是广告，更是一种对用户心理的把控。最后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环节：复盘与调整。创业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，哪怕是最周密的计划，也难以预测所有变量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败后不愿反思。比如那位失败的减肥饮料创业者，尽管最初赔得一塌糊涂，但他通过复盘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并重新调整方向，最终在另一个领域取得成功。这告诉我们，创业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场不断试错和学习的旅程。创业的本质其实是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。对于创业者而言，理解需求二字并非纸上谈兵，而是需要深入调研和实际体验。就像一个精明的猎人，要想精准命中目标，先得观察猎物的习性，而不是盲目撒网。在市场调研阶段，许多人喜欢通过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来了解用户需求，这当然是必要的，但远远不够。真正有效的调研往往需要创业者亲自走进目标用户的生活中，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，甚至体验他们的困境。比如，如果你要开发一款健身产品，不妨去健身房待上1周，听听健身教练与学员之间的对话，观察他们的动作和习惯。只有沉浸其中，你才能感受到他们的需求究竟在哪里。除了调研外，还需要明确解决方案的重要性。需求固然重要，
但用户更在意的是你的产品是否能快速、简单地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如果解决方案太复杂，即便再优秀的产品也会被市场淘汰。例如，某创业者曾开发一款高科技家用清洁设备，功能非常强大，但使用起来需要阅读厚厚的说明书，普通消费者根本无从下手，最终产品被市场冷落。这再次证明，产品不在于功能多，而在于是否易用，直击痛点。接下来便是执行阶段，无论市场需求多么明确，用户画像多么精准，真正落地时仍然需要面对无数挑战。比如，如何让你的产品第一次被用户看到，又如何让用户为第一次尝试买单？答案就在于营销策略。如今的营销早已告别了传统的广告轰炸时代，更多转向内容营销和体验式营销。比如，一个做护肤品的创业者，可以通过短视频分享护肤心得，邀请用户试用，甚至组织线下体验活动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不仅能够增加品牌的曝光率，还能与用户建立深度连接。当然，创业并不意味着一路顺风，即使经过了精准的定位、精心的策划和有效的执行，仍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挫折和市场变化。比如，一个开发儿童教育应用的团队原本市场前景良好，但因为突然出台的政策限制了电子产品使用时间，团队不得不紧急调整战略，将业务重点转向线下活动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提醒创业者永远要保持敏锐和灵活，及时根据环境变化调整方向。让我们回到如何找到饥饿的人，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个核心问题上来。创业者需要反复自问，用户的痛点是否真正被识别？解决方案是否简单有效？营销是否直击人心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却是每一步都需要深思熟虑。就像爬山，顶峰固然诱人，但每一个脚印都必须踏实，任何一步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半途而废。最后，再来说说成功的创业者通常具备的特质：坚持与韧性。有人说创业是一场马拉松，而不是100米冲刺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许多人在最开始时满怀信心，想着一鸣惊人，但当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时，往往选择放弃。而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是跌倒后还愿意爬起来，重新出发的人。就像一个故事中所说，一个农夫每天锲而不舍地浇灌竹子，3年过去，竹子毫无动静，但在第4年，它却以每天数十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。创业也是如此，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。当你完成从市场调研到产品落地的整个流程后，你会发现，创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一场有迹可循的探索之旅。创业者的成功，不仅需要聪明才智，还需要脚踏实地的执行力和不断试错的勇气。正如前文所述，创业不是制造问题，而是解决问题。理解了这个道理，你的创业路便不会再走偏。想成为一个成功的销售或创业者，核心在于真正走进客户的世界，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与他们对话。这里有3个关键阶段，每个阶段都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第一阶段，进入客户的世界。首先，你得明白，客户不会因为你的产品好就主动来找你，要让他们对你产生兴趣，首先要用语言触碰到他们的内心需求。这就像一场心理博弈，你得让客户感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描述他们的困惑和期待。比如，当你提供职场求职服务时，可以这样说：我总结了一套让50位学员都拿到大厂 offer 的方法，成功率高达 90%。我特别想知道，你觉得自己求职最大的难点在哪？这样精准的问题直接击中了客户的痛点，让他们意识到你理解他们的困惑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最重要的不是盲目推销，而是与用户群体深入沟通，去问，去听，去调研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弄清楚他们真正的需求。一次，我和一个老板聊天，
他说每次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，就去见客户，因为客户的问题往往能直接启发他的灵感。于是他把客户常问的问题做了归类，发现80%的需求集中在几个核心点上。通过这些反馈，他不仅优化了产品，还成功提升了销售额。第二阶段，引领客户发现问题本质。进入客户的世界只是开始，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客户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他们可能告诉你，我想买个电视机，但你通过深入了解后发现，他们其实只是想要一个让家人互动的客厅环境。人们常常会对自己的需求产生错觉，而你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看清事实。这里有一个经典案例，索尼公司在推出一款游戏机时做了用户访谈，问他们喜欢哪种颜色，绝大部分人说黄色，但当真正要选择带走时，大多数人却选了黑色。这说明什么？用户的语言和行动有时并不一致，他们说的只是观点，而行动才是真实需求的体现。举个例子，你可能发现客户在装修新房时总觉得电视机不可缺，但实际上很多人1个月也不开一次电视，而他们曾经认为可有可无的洗碗机，却成了日常离不开的存在。这就是需求的错位，有些需求看似重要，实则是伪需求，而一些被忽略的需求才是用户真正的痛点。在这个阶段，你需要细心观察用户行为，通过他们的习惯来判断哪些需求是经得起考验的。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，更需要耐心和实践。第三阶段，带客户进入你的世界。当客户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你需要将他们带入你的世界，并用你的产品或服务给出解决方案。这里的关键是降低他们的行动成本。比如，你提供的方案必须简单易懂，让客户无脑就能照着做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提供职场求职服务，可以设计一个包含简历模板、面试问题清单的工具包，客户只需要填表、练答题，就能轻松上手。此外，通过分布式成交建立信任也非常重要。先提供低价但高价值的体验型产品，让客户尝到甜头，比如一节价格低廉但内容实用的入门课程。接着再通过额外服务，如指导课程或个性化咨询，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你的产品。这样，客户会逐渐对你的服务建立信任，从而愿意投入更多资源购买你的高级方案。一个创业者朋友曾用这个方法推出了一款健身 App。 他先推出免费功能，如简单的每日运动打卡服务，让用户养成习惯。然后他增加了付费内容，比如专业的运动计划和实时指导。用户体验提升后，付费转化率也大大提高了。当你完成这3个阶段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客户对你的服务心悦诚服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意识到，创业也好，副业也罢，关键不是你有多好的想法，而是能否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，找到他们的需求，并为之提供精准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能从卖产品转变为解决问题，你将会发现，不管市场竞争多激烈，你都能游刃有余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的创业或副业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？也许我的下一个视频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我们下期见。